我弟要去见女朋友父母，我送他们一程，却没想到被当成了司机。师傅，你开车是为了钓凯子吧？我正欲说话，却看到我弟冲我摇头，只得耐下这口气。后来，有急事的我坐上了出租车，却没想到司机是他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借江湖救急，我要去女朋友家里，结果没人接去那里的活。你开车把我们送过去吧。世界上最好的姐姐。我弟在电话那头不断耍宝，他难得求我一次，我无奈抛下工作去接他。说来他才大学，跟女朋友谈了半年就急着见家长，但年轻人管他干什么？我妈听说了，还连连点头说我弟负责。毕竟那个女孩家庭条件不太好。我弟那个娇气鬼甚至陪他一起兼职。家人担心，要求见见我弟也是正常。听说他年年得奖学金。这么励志向上的女孩子，我也起了好奇心。接到我弟时，他说的第一句话就让我哑然。姐，一会儿我女朋友来了，你可别说你是我姐。我跟他说我是独生子来着。我扭头看向掂着2手礼品箱往车上坐的我弟，语气冒火。什么意思？有个姐姐还拿不出手了？我弟不在意的开口，哪有？我追思思的时候，他说更喜欢独生子家庭，事情少。我疑惑不已，独生子家庭，将来你们要是结婚，我又不会克扣他的彩礼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思思不是那样的人。我弟急急开口，一脸你怎么能这么想的表情。他就是。哎呀，我实话实说了吧。她怕男朋友有个姐姐或者妹妹，她容易吃醋。我震惊了，吃姐姐的醋？我干什么了我？我弟一脸幸福，他就是太喜欢我了，不希望我和其他女人相处。啊？那到时候不会也吃我妈的醋吧？不是。我怎么也被带偏了？我们是亲人，正常相处，吃什么醋？可看到我弟的得意样，我还是咽下了这句话。我弟还是挺有审美的，起码他女朋友思思长得不错，柔柔弱弱的小女生，有江南地区的温婉，在东北这地，158的身高还是蛮可爱的。但是他一开口，我就懵了。旭言哥哥，你怎么买这么多呀？人家心疼你的小钱钱了。撒娇的语气让我忍不住哆嗦一下。我弟像是被蒙死了，一脸宠溺地说：“不贵不贵，这些都是给你爸妈和弟弟买的。”他一跺脚，气呼呼地说：“那我的呢？你不爱宝宝了吗？”爱死宝宝了。等我发了工资，给宝宝买最新款手机。你不是喜欢很久了吗？我看向女生手里的苹果14，
实在看不出来他家里条件不好，只能说我弟挺会为他花钱的。这也没什么，谈恋爱男生多花点钱才好。不过我就好奇，她也是姐姐，为什么不能接受有姐姐的男朋友？换位思考下，她不觉得奇怪吗？不过我没纠结太久。导航出了错，我看向导航指的一面墙，缓缓把车停下。这是哪？怎么没路了？我问出来。把导航缩小，一看目的地，这不是有名的城中村吗？师傅，你怎么找的路啊？别是时时计价骗车费的。思思皱着眉看向我，语气算不上好。我弟慌忙看了我一眼，去拉思思。算了算了，师傅估计不认识路，你给他指指。好声好气哄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我一句，这单算你们免费。他才高兴起来，积极地给我指路。我弟佩服地看了我一眼，跟他对视的瞬间，我翻了个白眼。但这还不算完。城中村道路狭窄，到处放的垃圾，我车技又一般，磨蹭半个多小时才送到。师傅，你开车是为了钓凯子吧？这技术怎么拿的驾照？他狠狠地摔了车门，脸色也黑成了锅底。我看向我弟追过去的背影，暗骂一声：我这么贵的车，擦一下他赔吗？虽然是城中村，这里离我弟学校也很远。来都来了，我还是心疼弟弟留下来等他。没想到，没过半个小时他就回来了。我皱着眉看他，大冬天的，他的衣领歪了，身上还湿了一块，离近了看，嘴角有些青紫。怎么回事？有人打你了？我拿出医疗箱，给他上药。我弟脸气得通红，姐，你是不知道他们家多重男轻女，光拿礼物都不招待我和思思一声。进门说的第一句话是彩礼低于88.8万，不同意这门婚事。我还什么都没说呢。他妈光为他6岁的弟弟，就连饭都是思思做的。我去帮忙，他们还拦着我说他们家都是女娃做饭，做好了吃饭。他们一家竟然不让思思上桌，让她在厨房吃。厨房连个凳子都没有。我吵了几句，他爸就拿水泼我，打我，把我推出来了。只能说我弟被保护得太好了，没见识过社会险恶。你女朋友呢？她没护着你。我弟说到这有些扭捏，我一个大男人哪需要女孩保护？他在家受欺负，要是替我说话，还不知道他爸妈怎么对他呢。我心里一阵无语。所以你为他抱不平的时候，他就看着你受欺负，一声不吭。虽然我同情重男轻女家庭里出来的女孩子，但他的做法我不好评价，也只能安慰安慰我弟。思思被欺负那么多年，我一定要好好对她。我弟下定了决心。看到他的恋爱脑样，
我也没多说什么，毕竟一个愿打一个愿挨。也不知道是手机窃听还是巧合，我刷到了思思的账号，里面记录了和我弟的情侣日常，还有不少粉丝。点进去一看，我顿时做出了地铁老爷爷看手机的表情。场景一：面馆。思思，天哪，这么大一碗，这是给人吃的吗？我用宝宝碗吃一点就行。我弟，你就吃这么点吗？小猫似的真可爱。场景二：冰雪大世界。思思，这是大澡堂吗？去搓搓我的土豆泥呀。我弟，南方小土豆真可爱。底下的评论都是真情侣就是好磕。从哪个方向拜能有这样的男朋友？我甚至以为我跟不上年轻人潮流了。直到我看到部分清醒人士的发言，跟着你女朋友都不能吃饱饭，真惨。好神经，嘴里的土豆泥咽不下去了。点进去一看，哎，这不我姐妹魏然吗？直接点个赞。她向来是小辣椒的性格，敢说敢骂。之前我出国留学，我弟被欺负时，还是他出面收拾的混混。我曾经一度觉得，我弟这种好欺负的性格，就得找一个厉害点的女朋友。谁知道谈个恋爱，快把脑子谈没了。这还不算完，还有各种半夜我弟陪他兼职复习的感人视频，我都懵了。我弟一向最喜欢睡觉，成绩也是垫底，这怎么转性了？还没等我把视频翻完，就听到公寓密码门被打开的声音。姐，帮我找个退烧药，我好像发烧了。我一看就被吓坏了，外面冰天雪地，他的脸却红彤彤发热。我赶快找了退烧贴。怎么回事？发烧了还在外面？我弟虚弱无力地躺沙发上，我才看到他手里拿的小蛋糕。思思说想吃城北蛋糕，我就去买了。没想到烧严重了，还好我有医生朋友住在同一栋公寓，上来帮忙看了看，又配了点退烧药。体质怎么这么虚？是不是熬夜了？黑眼圈这么重，你这心脏状况怎么能熬夜？等吃完药看能不能退烧，退不了还得去医院看看。我忍着脾气把朋友送走，还没发火就听到我的手机响了。医学奇迹呀！烧得那么严重了，还试图爬起来接电话。我一把抢过我的手机，瞪着他，好好休息，别一会又进医院。接通他女朋友的电话，我准备解释一下序言生病的事，谁知道压根没我说话的份。序言宝贝，怎么还没买到小蛋糕？我的小肚子都饿扁了。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居然还没跑回来，一会蛋糕就变硬了。我冷了脸色。我弟心脏有问题，他作为女朋友再不称职，也不该记不住这些。我是陈序言姐姐，他现在发烧了，
等烧退了再跟你联系。他那边发出尖锐的质问声。你是谁？序言呢？他居然让女的拿到他手机。你个贱人，快把手机还给他！我攥紧了手，忍耐住怒骂，重复一句：我说了，我是陈序言姐姐。亲的。他发烧了，你听不到吗？他继续咒骂，浑然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，口吐芬芳的话让我听不下去。我只能把手机开外放，让我弟告诉他。我弟一听到声音就慌了，低声下气地跟他解释：都是我的错，我骗了你，我该死。我气笑了。那女的说了那么久，一句关心我弟生病的话都没有，我弟一点察觉不出来吗？等我弟答应现在去送蛋糕，并给他当面道歉的无理要求后，电话才挂。我看着我弟准备穿鞋的动作，还是忍不住开口：身体不要了。却没想到我弟眼底尽是红血丝，带着愤怒地看着我。我的身体你不用管，我都说了不能告诉他我有姐姐，你就是害我。他生气了你就开心了是吧？你就是希望我没女朋友。我愣住了，他怎么会这么想我？他摔上了门，我无力地跌坐在沙发上，想着想着，竟气笑了。或许是高中时我常常念叨不要早恋，或许是林思思对于独生子的执着，她对我竟产生了这样的错误认知。仔细想想，我倒是还真成为他们恋爱路上惹人烦的姐姐。憋着一口气，过了几天，我来到他们学校，准备请他们吃顿饭，再送林思思见面礼，好好解释解释这件事。结果我才刚下车，就看到一对男女在学校门口拉拉扯扯，以为是小情侣，我就没在意。直到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扭头一看，哟，林思思，学弟，你快把礼物收回去吧。我不能收。那男生显然急了，把礼物推回去。学姐，你不接受我的告白没关系，这礼物是上次的谢礼，你应该收的。林思思脸红了，一副欲拒还迎的架势。别，我真的不能收，这太贵重了。有什么不能收的？没多贵，还是你怕别人误会咱们的关系？林思思跺跺脚，两颊气鼓鼓的，我才不怕呢。就是，我忍不住了。这不就是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？既然不想要礼物，直说就好，干嘛还一副期待的样子看着礼品袋？我走到他们之间，拉走林思思，她是我弟弟的女朋友。为了避嫌，还是不收你的礼物好。林思思脸色顿时不好看了，甩开我的手，你谁呀？我不认识你弟弟。我看他躲在男生身后，一副我欺负了他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。我弟陈序言，怎么？不是你男朋友？
你不会打着单身旗号骗人吧？那男生呆滞地问。思思，你不是说那是你追求者吗？林思思被揭了老底，看向我的眼神是恨不得除之后快的凶狠。那女的就是个神经病，乱说的，别听她的。我们快进学校，发现林思思有钓鱼的嫌疑。那天我就直接回了家，开始调查起她。她大概不知道我的职业是律师，我也没有我弟那么好骗。一些事情甚至不用我深查就能发现。从他的社交账号开始查，发现他的账号推荐用户排除了校园圈的人，这意味着他们的同学大概率是不知道他有男朋友的。而且我还发现了他的小号，粉丝竟然也不少。大部分都是带有性暗示和南宁视角的自拍。不用想，这就是他对外包装的单身人设，肯定将我的账号拉到黑名单了。我搜集好所有表面上的证据，决定让我爸妈处理这件事。毕竟我弟脑子已经被糊了。认定我作为姐姐会欺负他女朋友，那倒不如让我爸妈把我弟扇醒。我爸妈请林思思见面吃饭，约在了当地很有名的高级餐厅。我看到他拍了照片，配文字，好开心。今天要见男方父母了，希望他们会满意我。我切换社交软件，给沈燕发出消息：有瓜看，来不来？精彩的表演怎么能自己看？我可是提前到场，等着我弟和林思思开始好戏。叔叔阿姨，你们好啊，给你们带了点水果。别客气呀。林思思手里掂着个红色塑料袋，里面只有几个苹果。我沉默了，我弟也不住地绞手指，面色羞愧，试图解释。我说买点礼品，思思非说爸妈年轻，不需要吃那么多补品，还是天然的健康。我妈沉默一瞬，还是乐呵呵地接了过来，捧场的拿刀削了起来。思思，你看看想吃什么？多点点菜。这一句客气话让他听到了，说了不下20道菜名，甚至服务员建议我们加个桌子，怕菜没地方放。我弟不停地扯他的袖子，甚至上手合上菜单，他才意犹未尽地停下。这时候，门开了，沈燕进来了。我挥挥手让她坐我旁边。思思从她进门一瞬间起就盯着她，眼神冒光。序言：这是你哥哥吗？我抢先回答：序言的朋友，也是这家店的老板。老板，这么年轻有为吗？哥哥你好，我叫林思思。林思思特地起身伸出手，沈燕却没看他一眼。我笑着拍了拍他悬空的手，他不喜欢握手。哦，是吗？那哥哥喜欢什么？说不定我也感兴趣哦。他笑吟吟地在他旁边坐下。我看到了他身后，我弟冒火的眼神。这才哪到哪呀？
弟弟，今天就要让你见识见识他有多媚男。”果然，林思思压根没再回头看我弟一眼。嗲嗲的声音问沈燕手上几百万的腕表，问他身上的高定西装，甚至还试探起了拥有的资产。我看沈燕不耐烦的应付，像是到了耐心极限，便好心拯救他：“思思，我弟是怎么追到你的？浪漫吗？”林思思不耐烦地翻了我一个白眼，还不是当初他说他是独生子，谁知道都是骗我的。我疑惑地问：“有姐妹兄弟怎么了？”他冷哼一声：“就怕姐姐妹妹光缠着我老公。”我忍不了。我妈听到这奇葩话，也忍不住开口问：“那万一生了女儿呢？”她嫌恶一般捂了捂嘴：“不要女儿，我就怕生个绿茶，跟我抢老公。”一片寂静，我们都惊呆了，我弟都一脸不可思议。还好上菜了，我们也适时换了个话题，正准备开吃呢，林思思又作妖，端着她的碗就要往旁边小桌子上去。“阿姨，姐姐，你们不会都要在桌子上吃吧？我们那边有俗语说，女人上桌晦气，会影响男人财运的。都来这边吃吧。”我妈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我们这可没这习俗。你要是信这鬼话，就坐那吃吧。东北家庭一向热情待人。”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妈说话这么不客气。林思思撇撇嘴，求助的眼光看向我弟。我弟叹了口气，还是打圆场说：“算了，既然是他们那边的习俗，我就陪着他吧。”于是我们坐在高座上，他们蹲在小桌子边吃了起来。林思思一边指挥着我弟给他夹菜剥虾，一边试探起我爸妈的口风：“叔叔阿姨，马上快毕业了，旭言准备进哪家单位呀？说来他年纪也到了，我们感情也挺好，订婚的事也可以提上日程了，也不怕您笑话。我家条件不好，要给至少88万8彩礼，还最好有一套房有辆车，以后生活也方便。”话里话外就是暗示我爸妈该给我弟买房买车安排工作。我忍不住插嘴：“男人嘛，先立业后成家才行。”他才正眼看我一眼：“姐姐的车子房子也是爸妈买的吗？哎呀，到时候嫁出去不就便宜男方了？要不然先让我们住姐姐的房子，等毕业了再买新的。”我忍不住呵呵出声：“我自己买的房子，凭什么让你住？”他惊呼一声：“姐姐不会还没结婚吧？年纪大了还是得找个男朋友住一起。对了，姐姐房子在哪里呀？”我站起身来，直直地看向我弟：“怎么，你也惦记着我的房子？”我弟目光闪躲，就是不肯直视我：“姐，我也不是必须要你的房子，就是我和思思也不能在外面租房住啊，多不安全。”我妈会心开口：“
你是想让我跟你爸给你买套房子？我弟一听有戏，立马期待的目光看向我妈。林思思也快步走向我妈，拉着她的手，显得他俩多亲热。还是阿姨好，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孝敬您。啪嗒，我甩下筷子。哟，这么确定你就能嫁进我家？这么厚脸皮的人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陈旭言，你不会也觉得咱家的财产都是你的了吧？桌上的人都看向我弟，他在这样的目光下有些无所适从。没有，就是姐你都工作有收入了，我还是个大学生，爸妈帮帮我也没什么。再说了，男生本来就该有个婚房，现在不过是早住进去而已。我妈深吸一口气，再次问我弟：“你还没大学毕业，就想和女朋友住进婚房？你俩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了？”林思思抢着开口：“只要给够彩礼，有房有车有工作，我就能嫁进来伺候你们。”我爸听不下去，最终拍板：“你们还都年轻，还没谈够1年，未来都不知道什么样。现在说结婚太早了。”我弟一向最怵我爸，连忙点头不敢反驳。但林思思不一样，还梗着脖子说：“有什么早的？我们家那边18都结婚了，现在把彩礼给了，订婚办了，到时候你们也好早抱孙子。”说着，他一脸娇羞地摸着自己的肚子，仿佛真的怀上了般慈爱。这可把我妈吓了一跳。你们都注意点，我可不想这么早抱孙子。当奶奶，林思思脸色一僵，像是不敢相信居然有长辈不盼孩子。可她看到我妈坚定的神色，只好讪讪然转移了话题。对了，旭言也该实习了，是不是给他安排个领导的工作历练历练？咱爸咱妈也好早日休息。我忍不住插话：当什么领导啊？都是从基层历练出来的，扔刘叔那边多学学。刘叔主要在分公司对接客户，见的人形形色色，也好让我弟这个蠢蛋见识见识人心险恶。我爸点点头，也行，就这样安排。林思思看向我的眼光满是怨怼，就连我弟也不可置信地带着不满。我心里呵呵一声，这小子真该收拾收拾。临走前，我特地挽住沈燕胳膊，看向林思思：“对了，忘了说了，这我男朋友。”林思思极度地咬牙切齿，我扬长而去。没想到这事还没完，没隔几天，我就收到了魏然的吐槽：“你刷到你弟女朋友的抖音没？他在里面内涵你呢，你弟是不是瞎了眼了？”我回他：“何止眼瞎了，脑子也快没了。”说完，我点开抖音，想看看他怎么说的我。配的文案是：“再也不会找家里有姐姐的男朋友了。”内容是哭诉自己跟男朋友见家长，结果男朋友姐姐一直在搞事，第一次见面就不喜欢我。
甚至说不让我进他家门。我给他特意带的礼物也瞧不上。啊！就因为我没吃那个坏心的苹果。他还说他们家财产都是他的，我一个外人不要干涉。可我只是提了一嘴订婚，偷换概念是吧？我心疼男朋友找工作，结果他姐姐一点忙都不帮，还不让他爸妈帮忙。我男朋友有这样挑事的姐姐，真可怜，真会扭曲事实。看着看着，给我气笑了。点开评论区，清一色是亲身经历吐槽对男朋友姐姐的不满。林思思还给你大姑姐，肯定没男朋友。心理变态才报复你的评论点了个赞。我打开屏幕录制，把这段视频完整的录了一遍，才发给我妈。没过一会儿，我妈就打来了电话。这妞妞没事吧？可把她委屈上了。那天剩饭剩菜，她还笑嘻嘻颠走了。哪能看出来对咱家这么不满意？我还给她买了一条钻石项链，想当见面礼。现在看也没有送出去的必要了。你改天拿去换个你喜欢的。妈妈给你添钱。我答应了。反手就联系了人。系统设置将林思思小号不停以可能认识的人推荐给我弟。小样，跟我比舆论。将炸弹定好时，我就专心投入工作中。只是偶尔会听到我妈唠叨程序员被刘叔不停教训有多惨。公司对外讲客户，那必然少不了酒局，少不了人情往来。我弟那个铁憨憨没少吃苦头，被人溜都是常事。按我妈的话来说，经过几个月历练，这小子的眼神里终于透出来一丝智慧。直到刘叔突然给我打来电话，暖念：你弟弟这2天都没来上班，电话也不接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我了然，埋下的炸弹炸了。果然，当天晚上接到了我弟的电话，他在那头醉醺醺的，背景音一片嘈杂。姐，我错了。当初我不该跟你怄气，也不该听信思思的鬼话抢你的房子，还痴心妄想爸妈财产。呜呜，我就是贱。我发现思思还有一个账号，里面都是。哎，我今天跟他吵了一架，说不要拍照穿那么露骨的衣服。他还说我封建，他都不看看底下的评论有多乌烟瘴气，全都是男的在看，还说一些下流的话。我作为男朋友一点不知情，不该生气吗？爸妈说的对，现在考虑谈婚论嫁还是太早了。我跟他还没有磨合，更何况我连工作都一团乱，有几次没接到他打的电话，他就会很生气。怎么办啊？姐。说完，他还带着哭腔吸了一下鼻涕。我忍住喷发的笑意，安慰他：一个合格的女朋友是会理解男人工作忙的。你沈燕哥那么忙，我也能体谅。怎么？你都这么累了，思思还跟你生气？
有问题你们要好好坐下来商量解决，说不定有什么误会呢。我弟连连道谢。隔天我就刷到了林思思在大号新发的视频。视频里的她面色苍白，一脸渲然欲泣。我发这样的自拍照怎么了？男朋友竟然说我下贱，说只有卖的人才会那么穿。大家评评理，是我太开放，还是我男朋友太封建？竟然还因此想跟我分手。配图是正常夏季短裙自拍，可这张是他小号上数据最差、露肤度最低的自拍。底下评论清一色都在骂我弟不识抬举，太大男子主义。我在底下艾特了他的小号，果然，评论压根发不出去，被他设置了禁词。没过1个小时，我弟就气冲冲进了我办公室，原地转了几圈才忍下怒气说话。我跟他好好讲这件事，试图让他明白这照片不合适。他一点听不进去，只会说我吼他。我第一次知道他压根听不进去话。你看看他配的什么文案？什么哥哥今晚几点睡？哥哥怎么还不上床？这哪像他说的正经自拍照？我跟他讲这涉黄，他还狡辩说这是给我看的。放屁！我压根就不知道他有这个号。我现在真是觉得和他沟通不了。姐，你和沈燕也会这样吗？我看他像热锅上的蚂蚁的样子，心里一阵畅快。你终于发现林思思沟通不了了呀？但为了姐弟情谊，我还是故作严肃开口。我跟你姐夫认识10几年了，彼此都熟悉，三观也契合，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要不然你们给彼此一点空间，冷静冷静再说这件事。那也只能这样了。可冷静期没换来林思思的反思，反而让她引导了一次小型网络暴力。她再次发视频控诉我弟，甚至异特了我弟的账号，暴露出来他的名字和学生信息，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他，以倡导女性穿衣自由，追求自身美为共情点，引起了他女粉丝的大力支持。我一看我的评论区就知道要完，全是咒骂。一向吃软不吃硬的我弟绝对受不了他这样的报复。林思思这一步实在是走错了，更别说他还在视频最后说了序言所在的分公司名字。我知道他是延年有限公司的2代，家里小有资产，但这么羞辱我实在是太过分了。我一挑眉，问我弟：“你没告诉林思思咱家背景？”我弟连忙否认：“肯定没呀，我就怕影响咱爸事业。再说，还是低调一点好。你怎么问起思思来了？”我了然，听他这个语气，应该还没看到视频。我暗示他：“你在的分公司这2天多了很多恶评。”电话挂断不到1个小时，我弟发来信息：“对不起姐，我真没想到他会做出这样的事。
我们两个真的不合适，已经在商量分手了。我看到林思思评论区有细心网友新发的，这个是鼎盛集团的分公司，他们董事长也姓陈。博主你细品，分手。林思思要是知道这件事，怎么可能舍得这块肥肉？我弟还有的忙活。果然，没过几天，我接到了我弟带哭腔的电话：“姐，林思思割腕自杀了，现在还在抢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”林思思发了一条短视频，说她做错了一件不可挽回的事，向这个世界告别。我弟接到公安电话的时候，已经有粉丝报警。警察根据账号实名制留下的电话号问我弟，才根据林思思的地址联系了救护车。我弟赶到的时候，只看到一片鲜红，但幸好最后林思思抢救成功，没有生命危险。我到的时候，我弟正拉着林思思的手痛哭流涕，两人温情相拥的场景羡煞旁人。旁边的医护人员一直在劝年轻人做事不要太冲动。还给我弟看了林思思留下来的血色遗书。我弟看完竟直接扇起自己巴掌，我都看愣了。林思思这一步棋真高，把我弟都整傻了。思思，都怪我，是我错了，你只是太爱我了而已。你有什么错呢？林思思从生无可恋到备受触动，最后潸然泪下的精湛演技让我心生佩服。这可是天生的演技派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林思思父母也带着孩子赶了过来，还没来得及看女儿情况，就啪啪啪给了我弟几个巴掌。混账！你说好好照顾我女儿，结果就照顾到了医院里。听他妈妈这话，倒也看得出来是个疼孩子的人。但接下来的话可就不好听了。赔，必须得赔钱。我女儿一条命因为你差点都没了，不赔个180万这是没完。我弟也还算有脑子，一直在道歉，并说以后会好好对思思，给她买补品，请护工等等。但对方没完没了，嚷嚷着赔钱，他们儿子也哭闹不止。一时间，医院就像菜市场一样。我弟看到他们的无理取闹，也变了脸色。但林思思拽了拽他的袖子，我弟就偃旗息鼓了。我赶忙上去打圆场，我是他姐姐。这样吧，咱们出去吃顿饭，商量商量怎么赔偿这件事。请他们吃饭，自然不是为了倒贴赔钱，而是从敌人最薄弱的地方进攻。林父林母留在前台点菜的功夫，我和我弟带着林小弟进了包间。我有意逗林小弟，指着陈旭言说：“你知不知道这是你未来姐夫呀？”林小弟看向我弟，一脸嫌弃，就他还想当我姐夫，一点都比不上送我变形金刚的姐夫。我一脸疑惑，你有几个姐姐呀？傻子，我就一个姐。我忍住怒气，
看向一脸惊异的我弟：“那你有几个好姐夫呀？”林小弟话茬开了，什么东西都秃噜出来。上家门的3个，还有几个我姐偷偷带我见的。他们把我送游乐场，就去房间约会。只有一个姐夫送我变形金刚。不等我问，我弟就蹲下身平视林小弟，不停拿变形金刚套话。啧。这一会儿，我弟许诺出去5个变形金刚了。对了，我姐说你是最舔的狗。你舌头很长吗？我弟面色青黑。我默默远离战场。隔天我就从我弟口中知道了后续。我弟直接冲到医院质问林思思。林思思刚开始还不承认，最后我弟非要检查他的手机。林思思破罐破摔了。姐，他说我人傻钱多，还说从来没有爱过我。我一直是他鱼塘里的鱼，还嫌弃我1个月只给他1万多，连他一个包也买不起。呜呜，我都天天吃泡面了。我再也不相信女人的鬼话了。他爸妈都骂他这么傻的还吊不住。呜呜，我的真心错付了。我在电话那头，听他哭得像个200多斤的胖子，咬住腮帮子才没爆笑出来。但这可没完。不揭穿林思思的真面目，说不定还会祸害其他人。我将林思思大号的推荐用户限制取消，还把小号砸了推广，扩大影响力。没多久就有情侣账号的粉丝刷到小号，在评论区发出质疑声，也就是林思思删评技术一流。这件事推迟了2天才爆发出来，无数人脱粉回踩，甚至咒骂网暴。一些人根据他泄露出来的信息，将这件事发到了他们校园超话上，炸出了不少被林思思养的鱼。各个受害人一联系，一问发现发给他们的私密照片都是林思思拍好群发的，甚至连聊骚的话术都一致。这里面不乏被欺骗的富二代。后来他们联名发帖控诉林思思骗钱骗感情的罪行，并去找林思思质问。林思思躲在宿舍不敢出来，他的室友也申请换了宿舍，不屑于和他这样的海王为伍。大抵是墙倒众人推，林思思在校园里万人唾弃的攻势下，只能申请休学。但这才仅仅是个开始。大学生虽然容易被骗，但也不是好欺负的。他们把所有给林思思的转账记录、礼物购买记录发了出来，点名艾特林思思大号小号。这件事也被营销号不停转发。我弟也发出声明，说发现他的真面目后已经分手。林思思账号掉粉严重，甚至小号的男粉知道他们的女神有男朋友之后，恼羞成怒，不远万里找上门来，堵在城中村闹事，要求赔钱。只可惜林思思销声匿迹，就连林家父母也联系不上。原以为这事过不了多久就会平息，但林思思被当场抓奸的视频被原配上传到网上，
视频里面的他衣着暴露，被打得浑身青紫。而旁边的男主人公赫然是他们学院院长。后来校方注意到此事影响恶劣，深入调查后发现，林思思凭借院长关系提前拿到考试卷子，才能此次拿到奖学金。院长被停职，林思思被开除学籍。这件事也发酵到全国皆知。我弟只庆幸及时发现了他的真面目。我心里暗赞自己做好事不留名。多年后，我因为急事拦了一辆出租车。师傅，去玉崖月子中心。等红绿灯期间，我注意到投诉电话旁标注的司机姓名林思思。我恍然间想起以前的事，偷偷看他，才从坑坑洼洼的面容中认出一双熟悉的眼睛。师傅，你脸这是？他大概不认识我了，可怖的面色没有一丝波动。出了点事，大火烧伤了。你别投诉我。嘶哑的声音不复当年婉转莺啼，只有无尽的沧桑。没有大学学历，全部精力投入到变美钓鱼的他，现在显然丧失了资本。我也无意嘲笑他现在的凄惨，毕竟不在同一个层面。我来到东北最大的月子中心。哎呦，我闺女真可爱。我弟摸着孩子小脚，不停傻笑。我坐在刚生产完的魏然旁边，语气调笑，这家伙还是一样傻不愣登。他也笑了，还好咱俩有脑子。对了，林思思所在的那家短视频平台就是他家的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